今天啊，咱聊一个人生大事儿。25年以后，你多大了？你可能在哪儿生活？今天我给您分享有2张图片，它们有没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规划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。美西时间2025年6月3号，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。这2张图啊，一个是现在世界人口的布局图，另外一个是未来25年乃至50年人口的变迁。你说对你家庭有没有关注呢？其实这个图分享之前啊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你把你手头的事儿啊都放下，喝杯茶，听大卫好好聊聊。因为马上2025年都6月份，这一半都快过去了，大家不能瞎忙。实际上方向啊比努力更重要。先上图啊，这个大家看到过没有？原版啊，如果你想要，你可以给我发私信。这张图它表达的是美国的知名杂志叫做《视觉资本家》，它统计了截止到2023年联合国公布的数据，世界上联合国成员国就193个，有些地区啊你不算，这里边真正人口超过1个亿的就16个。我们先告诉你前10，看你啊心里有个数，这个也直接影响到你在什么样的池子里，你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呀。排名第一的是印度 14.38， 第二中国 14.22， 第三美国 3.4亿，印度尼西亚是第4 2.8亿，第5是巴基斯坦 2.47亿，第6是尼日利亚，是个非洲国家 2.2亿，第7南美的巴西 2.1亿，第8孟加拉 1.7亿，就是闹政变那个，第9俄罗斯 1.45亿，第10墨西哥 1.29亿。后边这6个就不给你算了。统计数据显示呢，超过1个亿的16个国家的人口数占着地球上的 66%， 其他的呢都是1000万人以下的小国。这张图的发布是在上个星期2025年5月23号。我跟你分享的实际上重点是在我背后这张图，就是目前是这个格局，25年以后呢，50年以后呢，这张图啊是在3月份发布的，我给你看一下。这个发布时间是2025年3月17日，同样是联合国的数据。它呢是根据人口的出生率、死亡率、移民情况和战争的风险综合做出了一个评价。25年以后啊，排名第一的国家我必须把这个图先给你看一下啊。你想要原版，我也放在留言区。咱们看一下数据的分析跟你有什么关系。现在2025年印度人口是 14.6亿，到25年以后它将增长到 16.8亿，人口是增长的。50年以后它将回落到 15.1亿，总体上还是涨了，现在14， 50年后15。那中国这个数据呢，有些人可能会引起强烈的质疑，我也觉得它怎么算的呢？中国人口现在的 14.1亿，2025年25年后是 12.6亿，反而削减了2个来亿。50年以后他说有可能降到 6.33亿，我也不清楚它怎么降的。难道是说有自然的问题、战争的问题？这个说不准。第三，美国是 3.47亿，2025年到25年以后它是 3.81亿，等于增加了3000万人口。北美国人口还在往上涨。那50年以后呢？50年以后它将增长到 4.21亿，就是50年美国有可能会增长8000万人口，这个人口是往上涨的。同样，这是前3个国家，第4个国家是印尼 2.86亿，然后25年后 3.21亿又涨了，然后50年后 2.96， 等于是不升不降，把涨的又涨回来了。跟我们没关的国家，我们实际上并不关注，我只是告诉你印、中、美这3个国家的人口变化，大家看看。
那这里边对咱普通人的影响是什么？给你举个例子，英国这国家现在就是7000多万人口，它原来是日不落帝国，世界的霸主，为什么被美国超越呢？他们在制度上没有特别本质的区别，虽然说有国王，但基本上也是君主立宪。美国呢是总统制国家，这里边它的产业结构差距是很大的。英国是金融高科技行业，但制造业并不发达。什么原因呢？人口平静，国土面积的平静。你比如说中国也好，印度、美国它有广袤的土地，人口10几亿美国是几个亿。它的产业链、服务业、制造业，什么稀土包括什么石油、天然气它能够自给自足，或者某些方面它能够自成体系。而英伦三岛就那么几千万人，你怎么可能出那种巨无霸的企业？大家可能知道，世界500强和400优就是盈利前40%，这些企业美国可能占了1/3强。那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在美国这个市场中，如果它能打的话，能够打败同行，成为10%。那同样在其他的世界上去征战的时候，它也能成为全球的霸主。银行业、什么石油企业、什么战斗机，它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种环境中扑腾出来了，它本身就比较强壮。你在英国扑腾的话，你很难再扑腾出来。你家有啥产品是英国的呢？有啥产品是日本的、是中国的、是美国的呢？这个可就比较多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讲接下来一个因素，他这里边提到的25年后中国人口12.6亿，也就是说会削减掉1个多亿，我不清楚人为什么降低。50年后降到了6.3亿，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告诉你他的这个统计不一定是对的，你仅供参考。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，就要考虑25年以后那自己能活。因为这个问题呢，我也曾经问过一个60岁的朋友，我说你这个25年后在哪？他说大卫，我已经搞不清楚，无法预测25年以后我到底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了。但是50年以后，这基本上是咱们下一代的事儿了，他们肯定能赶上。我想呢，如果你从事创业涉及到人口，你一定要考虑哪些行业要避免，因为它已经很多行业是依赖于人口基数的。我个人的理解呢，你像房地产、汽车、教育培训这个3个行业如果你没有扑腾出名堂来，你就别扑腾了，你最好改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，现在人口如果再削减2个多亿，25年以后，这房子你别想着再增值，你就得考虑及早的转向其他的方式。第二，我最近看了一个中国的汽车工业协会，它有一个汽车经销商的分会，他们最近倒苦水，说主机厂你大量把生产的汽车你押给我们，反正你有我们的保证金，我们不收车的话你就扣。那问题是我们卖不掉没这么多人，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不买车，或者各种失业了，他怎么可能买车呢？是吧？买二手就不错，没准还要卖车呢。那你都给我，你最后把我给现金流搞断了呀！这可是汽车经销商的真实的声音，2025年6月份的数据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教培。大家知道，在一些人口流入的省份，你像广东、四川的这种人口吸纳的大省，他们有些地区的幼儿园呢都招不上生来，幼儿园没有，那小学慢慢就影响到中学，再就是大学。所以说很多教育机构就不再投资这种私立学校都在改行投别的呢。有的私营学校包括幼儿园的撤掉，有的撤掉了，有的是合并在一块儿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人口的这个下降呢，可能是一个已经形成了方向性的趋势。那在未来的趋势下，哪些行业还是有机会呢？我个人了解呢，比方讲养老，现在人口虽然降低，但老年人的数量是每年在增长的，就是领养老金的人每年是在增长的。那养老行业是有的做。第二呢，是关于这个医疗，人岁数大了，尤其是说空气质量包括饮用水包括这个饮食安全，如果有一些未知的东西，这看病
就现在街上很多开药店的，这是一个刚需，医疗保健行业。OK，第三个呢是人工智能，因为现在很多行业它里边没有那么多人了，对吧？年轻人他第一不婚，有时候也不买房，也不生孩子，像这种情况下，你再招人不好招，你就得需要机器人，需要 AI 来设计。以后点菜的时候，可能就是那个人工机器人给你上菜了。第四个呢是 AI 的家庭陪伴机器人。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养老院的机器人，其实它在家庭的给你做饭的也可能是机器人。保姆顾不起了，没那么多人做保姆了。那从遛狗啊、什么买菜啊、帮你开车啊，都有可能机器人的完成，这是个非常大的市场啊。当然了，我几期节目都讲过了，第一期进入美国家庭的应该是美国的机器人，然后逐渐的向欧洲啊、中国慢慢的跟上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智慧交通。这个智慧交通就有可能是自动驾驶，有可能是低空飞行器或者其他的这些行业，即使人口在腰斩啊，或者是降到2%，它也是有的做的。这些是我个人的意见啊。当然了，这些事啊只是一个预测。今天啊，我不和任何人抬杠，只是讲你要多一个视角来评估自己未来的生活，也许对你有一些帮助。最后，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，每天和您分享有意思的信息。再见。